老贱人！我还没嫌弃你是个哑巴呢，你还敢嫌弃我儿子？走，走！等你跟我儿子生米煮成熟饭了，我看你老不老实！快走！啊！你个小贱人！你个有老娘！你看老娘不弄死你！你们站着干嘛呀？赶紧给我追啊！请助理开车。上车。上车。不是吧，老傅，这丫头一看就目的不纯。反正她要上车，那我就下车。那你下车吧。你，秦特助，帮唐医生开下车门。这是干妈让我给拿了抗过敏药，说是能治你的过敏。老傅啊，老傅，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么重色轻友？这个才是过敏药，那个却是催情药。老傅，老傅，等等啊，老傅！谢谢，我不渴。我怎么这么热？等一下，你要是想那个，你可以让你助理给你找个女人。出去，出去！哎呦，唐小少爷，你怎么能把催情药给副总呢？这下来不及了，副总已经吃完了。那个，我不是卖的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副总为人下了药，但是呢，他又对女人过敏，唯独对您不过敏，所以只有您能救他了。那我要是不救他会怎么样？性命不保。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，况且他是好人，被他睡总比被舅妈卖掉强。If you wanna feel loved, come out with me. I just want the company. And you do that's far too forward to say I love you. 唐警说的对，
你果然目的不纯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窝下了药，但是我已经不打算追究了。我没有下药，我不是来卖的，我只是想要救你。你会说话？既然不是卖的，那你为什么不拒绝？装哑巴，博同情，真是好手段。这是我助理的名片，想要多少钱，直接告诉他。这是你朋友的佛珠，可不可以替我还给他？这天大的便宜，也算让你吃上了。我没有给他下药，我是为了救他。不是，你在瞎比划什么劲儿呢？哦，要钱，要钱是吧？也是，像干你这行的嘛，视钱如命。老傅他没尝过女人的味道，所以多的钱算是给你的小费，辛苦了。但是以后别再缠着我兄弟。唐医生，等等，怎么了，美女？这是我在房间收拾到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谁的。是你的吗？房间里还有人吗？没了。难道是我错怪她了？她不是那种女人。同学们，刚才呢，我们讲完上节的课以后呢，接下来请看大屏幕，咱们看看我们的定数啊，定数3。怎么办？我怀孕了，可是我没有钱打掉这个孩子，怀着这个孩子我还怎么读书啊？简庆呢？简庆，简庆呢？那个死丫头在哪儿呢？这里是课堂，你们是谁的家长？这么没有礼貌！什么礼貌不礼貌的？我告诉你，简庆这个书啊不读了，我现在就带她回家嫁人。那死丫头在那儿，给我让开吧！走，回家。我不去嫁人，我要上学，只有上学才有出路。什么他妈怎么打人呢你？啊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把这个书读出来，能找到什么工作？人家老王啊，家里刚拆迁，只要你嫁过去，那得给30万的彩礼呢。没有你们这样的家长，居然拿孩子的前途换钱。老师，您就别管了，简青她巴不得嫁人呢，就算她努力了一辈子，也不一定能赚个30万。这位同学啊，真是太有远见了。你这辈子读不读书也就这样了，
这人家老王就不一样了，虽说老王岁数大的，但人家有钱呐，你这后半辈子吃喝不愁了，这玩意儿还能害你不成？就是，你看你跟着我们怀孕了啊！你家死丫头竟然怀孕了！人家老王因为他是个厨才愿意出30万的，这外表看得那么清纯，没想到都是孩子他妈了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说，孩子他爹是谁？那个野男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？哎，你不知道是哪个男人，你就跟他上床，这个不要脸的贱蹄子！这呀，估计呀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知道是谁的，玩的真花。这怎么会怀孕呢？真是不知羞耻。30万的，我的30万的！你想读书是吧？老子看你大这个肚子这么多，以后休想再花老子一分钱。走不走？老师，求您不要开除我。这事啊，不由我决定，毕竟学校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。这样吧，你先把孩子打了，我替你向学校求求情。爸妈离世的早，这个孩子是唯一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了。不，这个孩子我不能打掉。老师，我休学吧，等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继续念书。就这样决定吧。副总，这个学生已经被我们学校开除了，未婚先孕，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。劝你们还是别管了，免得惹一身骚。难道是我那次？副总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道德败坏、不知廉耻的学生毁了我们清华大学的名誉。副总，今天不是要谈专款的事吗？滚！这小丫头营养不良，再加上腹部受了重击，胎儿保下来不容易，以后需要好好调理调理。我明明给了联系方式，他为什么不来联系我？被我撕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当时以为这个女人跟别的女人都一样，就图你钱。但是作为你的好兄弟，作为咱妈干儿子，我肯定要为你把关啊！我也没想到他一本先入死。他没要钱，也没有联系秦助理，那他为什么给我下药啊？那个药也是我下的。你下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当时我是要给你拿抗过敏的药，那谁知道我拿成了催情药？再说车里他黑我没看清楚，那个催情药也是伯母给的。我没有下药，我不是来卖的，我只是想要救你。原来他真的只是为了救我。你没事吧？是你，你来救我了。奇怪，他明明没有说话，为什么我能听到他的声音？所以他真的是个哑巴，而我能
能听见他心里想什么。对，我来救你了。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不是卖的，那是我的第一次。是你助理说你被下药了，只有我能救你，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，我想让你帮帮我，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。算了，他又看不懂手语，他只是孩子的父亲，我跟他之间只存在这一种关系。我干嘛说这些呢？先生，我身上没有钱，这个病房看起来好贵，我还不起。这钱你不用还啊！你肚子里怀的可是傅家的子嗣，你放心，整个傅家不会亏待你的。再说了，整个恒泰集团都等着这位小继承人出生呢。唐景，你跟我出来。老傅，你叫我过来，不会是想收拾我吧？要不等景小姐病好些再收拾？不想被收拾，那就帮我找几个人。你说，他在学校一直被人欺负，受的伤还不小。你把这几个人带到我面前来。可以啊，老傅，现在开始护犊子了，还不快去 ？OK。妈，你给我找的那串佛珠是从哪儿求来的？是找了一位得道高人，听说他的东西特别灵，这串珠子呀，只要戴上就能保证你多子多福。我花了好大的价钱呢。难道真的是那串珠子搞的鬼？怎么，你给妈找到儿媳妇了？你个死丫头啊！出这么好的病房，你有这钱怎么不说拿出来孝敬孝敬你救救我呀？我没有钱，我生病了，是孩子父亲把我送到这儿的。孩子的父亲，那个野男人出现了。简青啊，那个野男人到现在才出现，那明摆的就是不靠谱。这么不靠谱的人，你跟着他干嘛呀？现在反正你也没上学了，我看就做个引产，然后再做一个修补手术，你还是可以嫁过去的。他再怎么不靠谱，也比你们靠谱。我看你是太久没吃老子的拳脚了啊！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两位家属，病人需要休息。休息什么休息？我是他舅舅，我现在要带他回家。走。我不去，你不是我舅舅，你只知道拿我去卖钱，我没有你这样的亲人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油盐不进是吧？啊！今天我非得把你肚子里的孽给打出来！打！不能打！我打！你个畜生，不能这样打病人！去你的吧！我打！打！你也容易打出来，打死他！打死！副总，不好了，简小姐出事了。脸都丢尽了，这个贱皮子！打！疼他打！打！
是什么东西敢动我的女人？哎，他女人没事吧？哦，原来就是你这个小白脸儿搞大了我外甥女儿的肚子呀！哎，你还敢踹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这个小贱蹄子的舅舅？这个世上，他又不顾外甥女死活，执意殴打他舅舅。我看你这个舅舅当到头了。他是老子养大的，老子想怎么打他就怎么打他，关你这个外人什么事儿啊？既然她是你的女人，那我外甥女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得给我30万的彩礼，不，60万，区60万，你就把他给卖了。哎呦，你小白脸，好大的口气！你有60万吗？哎，简青，你可得拎清了。这个男人要是真的有钱，带你去过好日子，把你带回去吃香的喝辣的，怎么会让你休学去打工，面黄肌瘦的？你妈看着我都心疼。你心疼？你有什么脸心疼？我现在这样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没脸不要脸，赶紧跟老子走！谁敢动你？副总，我们来晚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保镖。哎呦，哎，你要有钱你早说嘛！哎，什么60万呢？简青10岁的时候，他父母就没了，我和他舅舅把他拉扯大的，这吃喝的花了我们不少钱，至少得500万。你们把我爸妈的保险金拿走，还卖掉了他们留给我的房产，说好了抚养我到大学，可我上学的钱是我卖纸壳打零工攒出来的，你们还不给我饭吃，不让我进屋，让我在外面冻了1天伤成哑巴。原来俺以前过的是这种生活。这个小贱人，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嘿，不过幸好他是个哑巴，翻译成什么样，还不是都我们说的算。说，这位有钱老板，可能啊你不懂手语是什么意思，我给你翻译一下啊。简青说，只要你给我们500万的彩礼，他才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否则就把这个孩子打掉。秦特助，把这2个人拉出去，他们怎么对简青的，双倍还回去。最好啊，这只手不要。不是你们不能动我们，我们是简青的长辈。这啥好说，别打人，别打人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简青啊，快帮你舅舅求求情啊！别停！青青，你以前吃的苦够多了，以后我会把你接回傅家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用受苦了。我真的没有给你下药，我那天真的是想帮你，不信你可以问你的助理。我相信你。真的相信我吗？我不想让你以为我是那种为了过好日子所以缠上你的女人。简青，只要是你，我都相信你。老傅，干妈来了。你就是听说豪门家族对待儿媳都很严格，更何况
我随便怀了傅家的子嗣，他会打掉我的孩子吗？听说你还是个小哑巴。可怜的孩子，你的事情呀，唐景都跟我说了。你放心，你已经怀了我们傅家的子嗣，就是我们傅家的人。以后啊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。你舅舅舅妈也别想再欺负你。干妈听说你怀了老傅的孩子，高兴的合不拢嘴。老夫人并没有责怪我，还愿意为我做主。以前舅舅舅妈一直视我为拖油瓶，在心。第一次有人因为我的出现而惊喜。谢谢老夫人。不用客气，我还得感谢那位大师，多亏了他的佛珠。佛珠？完了，我把佛珠丢到了学校洗手间，那串佛珠肯定价值不菲。妈，那串佛珠被我搞丢了。搞丢了？你这孩子！明明是我弄丢的，他居然为我顶罪。不行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不是的，老夫人，那串佛珠是丢就丢了。那串佛珠啊，把你带到了傅家，他已经发挥了他的用途。你呀，才是傅家的宝贝。可那串佛珠一定很贵吧？不贵，也就几百块钱。老傅家果然财大气粗，几千万的东西说成几百块。真的？你小子现在才找到我儿媳，为了惩罚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对我们简青有求必应，衣服、裙子什么的都要你来洗，包括简青身边的精细活，要你来干。明白。真是疯了！老夫什么时候干过这些？居然就这么答应了？我们简青怀孕呢，已经很辛苦了。从今天起呀，你就只要做个开开心心的小孕妇就好了。行，那你照顾好简青，你就先回去了。오랜 시간 속 어느새 변해버린 걸 모든 기억이 네 모습이 서면은 조금씩 모르게 커져버린 비밀 습관처럼 붙어있던 날들 난 의미가 필요해 夫人好，简青，这些都是我特地从老宅筛选过来的仆人和金牌营养师，特地为你服务的。原来怀了傅家的孩子是这种感觉啊！为了这个金疙瘩的出生，给足了所有的宠爱。可是这样的生活又能维持多久呢？简青，等孩子生下后，你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。他怎么会这么想？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吗？妈，都是关于孩子的，关于简青的呢？还要你说啊？简青，跟我来。下去吧。来，坐。这些呀是家里的房产，我已命人全都过到了你的名下。这个呢
是刚收购的商场，你身子不方便，让韩生代为管理，所有的收益呀，都会打到这张卡上，你想怎么用啊，就怎么用。还有这些也都是你的，知道你今天出院，所以提前准备了。哎呦，这咋还哭了？我本以为我的一生都会被嫌弃，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把我放在心上。妈，他这是感谢你呢。不用感谢，你是我们傅家的儿媳，我拿你啊跟韩生一样的疼。王夫人，这是唐少爷给夫人送来的擦伤药，每天1次，按时涂抹在伤口上。擦药的事啊，以后就你负责了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那怎么行？你的伤口都落在后背上，自己擦药不方便，让韩生帮你擦。这不太合适。那有啥不合适？他是你老公，帮你擦药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是吗，韩生？是，我要是不帮你的话，肯定要被我妈好一顿收拾。要不我还是自己来吧，真的不用麻烦你。我们是夫妻，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。如果这都难为情，等你生下宝宝以后，我该怎么照顾你啊？可以让家里的女佣人来帮我。妈为了先让你适应适应，已经给家里的佣人放了1天假。家里除了我以外，可没有人能帮你了。我的心跳得好快，感觉快要蹦出来了。真是越紧张越乌龙。芊芊，不用紧张，我们是夫妻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一趟。真的是妻子吗？他真的愿意让一无所有的我嫁给他吗？欺负嫂人找到了。简青啊，过几日韩生要举办一场宴会，我帮你挑了几条裙子，你选一条去参加。宴会，我也要去吗？可我只是个哑巴，也没有见过世面，去的话只会给傅家丢脸。他们对我这么好，我还是不要去了。老夫人，商业上的事我不懂。傅总的宴会肯定很重要，我还是别去了。宴会哪有你重要啊？你是这家的女主人，你不去谁去？
看看喜欢哪一条？这条确实淡雅漂亮，可我怎么觉得那件红色的更适合你？我们简青皮肤白，穿红裙子更衬肤色。这条裙子真好看，可那么大的场合，我一个小哑巴，还是不惹人注目的好。太高调了。我们富家人做事一向高调，就这条了。哇哦，这个酒店装修可真豪横啊！要不是有以梅带我过来，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来进这里一步。没见识。这家酒店啊是富氏集团旗下的，副总从来没有邀请过任何酒店，这次啊亲自邀请我们以梅，那肯定是看上我们以梅了，而且仅仅2个宴会名额，以梅啊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了。以梅，你要是成了总裁夫人，可一定要提醒我。放心吧，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我怎么会把你们给忘了？等我当上了总裁夫人，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们一口汤。哎，以梅，简青那个穷鬼为什么会来这个宴会？我说呢，怎么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？原来是找到肚子里野种的爹，来过好日子。站住！简青啊，这才几天没见，就长本事了。见到我们这几个老同学，也不敢打声招呼。他怎么好意思来打招呼呢？一个女大学生攀上了一个可以当自己爹的土大豪，传出去啊，都笑死人了。我看那个男的估计已经有孩子了吧？当小三儿滋味怎么样啊？仗着有点姿色就想攀富贵。我听说老男人那方面不行，需要吃药才能解决。你一定得遭罪。你还敢打我？以为有老男人罩着就能爬上上层楼的圈子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穷人就是穷人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死哑巴！以梅可是副总亲自邀请过来的，副总从来不跟任何女人亲近，这一次啊亲自邀请以梅，那就说明以梅以后可是集团的总裁夫人，而你连以梅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你这个乡巴佬知道副总的名头吗？那可是整个江城的太子爷，得罪了他的女人，你就是有10条命都不够配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以梅，刚才是把你手弄疼了吧？那我们再好好的教育教育他。小三就是小三，终究上不了台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把你肚子里的野种给打了。可他背后有人啊！总伙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不是还有我吗？还敢反抗？看我怎么打烂你的脸！
在老傅的地盘也敢撒野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你敢踢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！他妈给我滚蛋！保安在哪儿？他妈站着吃干饭的呀！把他们3个全赶上去。唐少爷，干不了，他们都是副总亲自请来的贵宾。这位可是我们副总亲自邀请过来的校长千金，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。瞎你的狗眼！一会儿我就告诉副总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哦，原来是你们3个。好啊，那我看你们如何演一出好戏啊！再看你个总裁夫人如何大放异彩。等着瞧吧，我们走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我答应老傅要照顾好你，但是我还是来晚一点。谢谢你，我没事儿。你要是有事儿的话，就先过去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行，走吧。那有什么事给我发信息。我先走。听说这次是副总专门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举办的宴会，不会是为了公布未来的总裁夫人吧？如果是我该多好啊！醒醒吧，谁不知道副总天之骄子，这么多年来一点绯闻都没有，估计是到了结婚的年纪了，想在众多名媛千金里选夫人吧。那我可得好好表现表现，即使不能被选中，能让副总多看一眼也是好的。雨梅，你可真幸运啊，能被副总看上，还亲自邀请你来参加宴会。什么？亲自邀请？副总什么时候邀请过女人啊？那就说明我们以梅的身份是未来的总裁夫人呀。这怎么来了个大肚婆啊？这是哪家的夫人？她算哪门子夫人啊？双鞋要算是个小三，未婚先孕的女大学生，怀了已婚老男人的宠，在我们学校啊，名声都臭了。小三儿啊，怪不得年纪轻轻的怀着大肚子，估计是想逼宫原配吧。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来的宴会，连宴客底细都不查清楚的吗？这个女人啊，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还是个哑巴。要不是上了老男人的床，这辈子都进不了这种上层圈子。原来是个残疾人啊！真不知道他背后的老男人是怎么下得去口的，怕不是他使了什么狐媚手段吧？副总来了！副总，我是沈家千金，我爸爸是博大商场的老板。副总，我是陈家的千金，我爸爸是申乙新能源的总裁，与你有合作。我是丰康房地产千金。副总，
一梅，副总上面等你。副总，不好意思，周小姐，副总对女人过敏，我们也是为了副总的安全着想，不是什么女人都能近他的身。林特助，这张地毯价值多少钱？这张地毯是由美国拍卖会所得，由意大利设计大师亲手制作，价值400万美金。4这个字啊不吉利，给周小姐打8折。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没钱没关系啊，签下欠条可以慢慢还。真以为自己得到了副总的青睐？我看啊，是想攀高枝想疯了。副总对他根本没那意思，还说自己是未来的总裁夫人，真是小子。那你请我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听说副总最讨厌身边的人穿红色了，这丫头死定了。谁让他闯进不该闯的圈子，也不知道他背后的男人是谁，估计要一起遭殃。原来傅寒生不喜欢红色，是我触犯到了他的禁忌，那他也会像收拾周以梅那样收拾我吗？是犯了副总的禁忌，还打碎了副总最爱的藏品。我听说这如意瓶价值3000万呢。他家这么穷，估计打工打到130岁也还不起吧。副总，这个女人也打碎了你的花瓶，是不是也该赔偿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过来。我不是让童姐照顾你吗？怎么还受伤了？秦特助不是说副总从不近女色，这摸他脸什么意思呀？是他干的。秦特助，收拾干净。干什么？这什么关系啊？这什么情况啊？副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夫人打碎我家的花瓶，有什么问题？整个复式都是她的，就算我夫人想烧了整栋别墅，那也是她喜欢。什么？太太？她居然是副总的太太？那她肚子里怀的是傅家的子嗣喽？你刚刚问我叫你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为了教训你。刚才你打了我夫人几巴掌，我已经还给你了。但是你打人的这双手，得给我废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是你夫人？这是个哑巴！敢动我们的夫人，找死！
也罢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拉下去，撤掉他父亲的校长职位，撤查他们家关系网，全城封杀。至于他，这双腿也给我废了，然后赶出江城。明白，带走。不要，不要！诸位，这位是我的夫人，以后见到她就像见到我一样，谁再敢欺负她，后果就会像她一样。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清楚了。他居然当众宣布我是他的太太，原来这才是被人爱着的感觉。周以梅这个贱人，差点害死我！亏得之前我们对他这么殷勤，还以为副总真的是。现在怎么办呀？要是简青告诉副总我们也欺负过他，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我爸知道我要来副总的宴会，还交代我要打好关系的，我可不想跟周以梅一样的下场啊！怕什么？简青是个哑巴，副总都看不懂手语，他手机还坏了，他拿什么搞他？副总，我们是简青的同学，我们关系很好的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我们学时关系特别好，我们很照顾他。照顾？厕所的拖把水倒在我的身上是照顾我，你们往我裤子上倒红色的墨水是照顾我，你们用胶水涂抹在我的嘴巴上、头发上是照顾我。他在认识我之前，遭遇了这么多痛苦的霸凌。简青，你不用这么感谢我们的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既然你们这么照顾我夫人，那我也送你们一样东西。谢谢副总。副总，我们家是做广告的，一直想跟你合作。我们家是做家居行业的，也希望跟副总您合作。既然你们这么期待，那我就满足你们的期待。钱助理，彻查他们公司的流水，调查他们公司所有底细，凡是有违法行为的，一锅端了送去警局。至于他们，开除学籍，赶出江城。副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我夫人做了什么？虽然我夫人不会说话，但是也不能由得你们胡编乱造。动了我的人，这个就是下场。拉出去！副总，原来这次宴会是特地为我举办的，给我挣名分，还把那些欺负我的全给收拾了。傅寒生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越是依赖你。我跟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，我该怎么办？静香，你是我夫人，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人，所以大胆的依靠我吧。都怀着孕呢，怎么穿高跟鞋啊？今天是你的宴会，我担心穿得太随便了会给你丢脸，而且这跟也不高。
芊芊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无论你穿什么，都改变不了你的身份。以后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哎呦，宴会上的事儿啊，我都听说了，干得好！不愧是我的儿子，颇有你爸当年的风范。这些可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贴的窗花，包括这金蚕丝被，可都是寒生自己选的。这居然是傅寒生的品味，多喜庆啊！简青，既然已经跟外人说你是我们傅家的儿媳，那领证的事儿是不是该搬上日程啦？妈，你别催那么急啊！对，还得看简青怎么想。简青啊，既然已经跟外人说你是我傅家儿媳，那领证的事儿是不是该搬上日程啦？妈，你别催那么急啊！对，还得看简青怎么想。老夫人和傅寒生对我这么好，嫁给他，或许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同意了，那我就看个好日子，俩人把证领了。今晚我真的要和傅寒生睡在一起吗？这种感觉真奇妙。那晚上太黑，我没看清，原来傅寒生的身材这么好。不行，我还怀着孕，医生特意说了不能那个，我该怎么拒绝呢？想什么呢？你是孕妇，需要良好的睡眠。我是沙发。好尴尬，原来是我误会傅寒生了。傅太太，我不是那种为了自己的私欲不顾老婆死活，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。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。等你生完孩子，养好身体，我们再慢慢来。怎么感觉他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户口本还在舅舅舅妈的手上，要结婚的话，必须想办法拿回来。没想到简青居然是这种人，自己嫁到了豪门，就不管舅舅舅妈的死活了。听说他舅舅还是因为他才被人打，现在还在医院门口躺着没钱治疗呢。哎呀，他家里人可真惨呀，养了个白眼狼。不是这样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呦喂，大家都来看一下啊！吴家外甥女儿简青，为了嫁进豪门，竟然把她舅舅给打了呀！根本就是胡说八道！姐姐，
你总算是联系我们了。你们凭什么胡乱造谣？谁让你把我和你舅给拉黑了？你现在有钱了，我们还穷着呢。一口价500万。我是不会给你们的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！这么多年吃我们的喝我们的，不要钱的。你现在有钱了，就不让我们穷亲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今天不给钱的话，我就缠上你。反正老娘有的是时间。哎呀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哎呀，不孝的外甥女减轻啊！哎呀，快来人呐！不孝外甥女减轻，我们两口子都要掏心掏肺的，没想到他为了嫁进豪门，把他舅舅给打了呀！哎呀，可人呐！就他就是那个不孝的外甥女，要罪他是半步都不肯出啊！我们实在是没有钱治病，这才出此下策，大家给我评评理呀！分明是你们想把我卖掉换钱，你怎么能在这里搬弄是非？你看，你说这不给钱的话，我就赖在这儿了。哎呀，可怜呐，好可怜呐！真是白眼狼，都嫁到豪门了，还跟穷亲戚过不去，还把人打了一顿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呦！没事吧？好的倒挺利索，我还以为真病了呢。哎呦，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他们把我们两口子逼成什么样了？都这样了还不放过我们呢？哎呀，就是他的人把我打得浑身疼啊！我们没钱治病，才出事下事。大伙给我们评评理呀！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分明是你要打掉我的孩子，还要把我卖给老男人。哎呦，简青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怪我们挡了你等阔太太的发财路。但不管你怎么爱慕虚荣，你也不能找人把你舅舅给打一顿呢。这外甥女，你能干这种事啊？就是啊，好不容易把她培养长大，现在嫁入豪门，却翻脸不认人，真是个白眼狼。我没有，你们别听他说的。他这比划的什么？咱们也看不懂哎。就是嘛。他说你想打掉他的孩子，甚至还想让她嫁给老男人。傅寒生怎么会知道我的手语是什么意思？你尽管做手语，我来替你翻译。10岁那年，你们私吞了我夫人父母的保险金，承诺会把她养大，结果却逼她做童工，为你们赚钱。12岁那年，因为洗坏你们一件衣服，你们把她赶出门，害她烧成哑巴。15岁那年，你们为了还债，偷了她自己赚的学费，甚至还想把她送进按摩店打工。18岁那年，你们偷偷篡改了她的高考志愿，甚至还想把她卖给傻子，换取彩礼钱。这女孩真不容易，这么多年受这么多罪啊！抢走人父母的保险金，还用这个女孩
作为他们的血包，真是不是个人呐！我弄死你个这个贱人！你要干啥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难不成你还要对我动手？你不是说我夫人为了嫁进豪门，不惜找人把你打成重伤吗？看来还是打得不够啊！邢特助，明白。那这些就当你的医药费。钱，这么多钱，我能还清外债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？哪来那么多事儿啊？户口本呢？要户口本结婚呢，一口价500万。哎啊，500万！你疯了！这些都是给我们的。钱我已经给你们了，至于这些的话，一巴掌1万块，打多少给多少。啊！走吧，我们就这样打。简称，哎呀，简青啊，你就求求情吧，再打下去你舅舅就没了。原来你们也会害怕呀，这点伤就受不了了。那你们曾经对我呢？这是妈的错，这妈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就看在你爸妈走得早，是我和你舅舅把你拉扯大的份上，你就求求情吧。他毕竟是你妈妈的亲弟弟，你的亲舅舅啊。我的前半生被你们用这样的话欺负过多少次了？又来这一套，有意思吗？副总，我们在田德军家里找到了夫人的户口本，还有这个。简泽民，他不是为我捐赠心脏的那个人吗？这是爸爸。不对，这不对，爸爸明明是心脏衰竭而亡，怎么会捐心脏？简青，岳父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死亡？是心脏衰竭。把他们抓起来！副总，这是夫人爸妈的疾病保险合同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是这个死不了，我们家姐姐的爸爸死了，我们怎么拿到钱？
我欠了一屁股债，我能想出这么个办法吗？到底是什么办法10年前，我老公欠了100万的债，那些混混追债上门。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要是还还不上钱，就限你条腿，听懂了？听懂了。我们走。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啊？你个臭娘们儿，你快想办法呀！难道真让他们卸了我的一条腿吗？休了。好。我记得简青他爸妈买过重疾保险，于是就串通了医院里的一个医生。医生，您看怎么样？只要约你出这个假证明，事成之后我给你50万。不，60万。事成之后不用你们给我钱，我要这个人的心脏。富家独子啊，心脏衰竭，命不保矣，一直找不到合适他的心脏源。但是啊，这个人正好符合，要是治好了，傅老夫人啊肯定收我做院长，这不正好是一举两得吗？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太好了。为了让那份保险金成功落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在水里下了致命的毒药。哲明，你怎么走的这么突然？姐，你哭了一整天了，嗓子疼，喝点水吧。啊。妈懂了，我只是你了。姐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姐呀，姐，你再怎么样也要把简青抚养长大呀，姐。姐呀，别哭啊，我的姐。我们以简青他妈思虑过度而去世为理由，把下药的事儿隐瞒过去。怪不得当初你们没有做尸检就草草的将他活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。你干什么呀？简青，你好好说。简青，你前半辈子已经够苦了，我不想你后半辈子活在杀人的恐惧之中。副总，那名医生我已经让人抓了，警察在来的路上。他们杀了人，还骗取了保险金，警察自然会处理的。你相信我好吗？简青，你来人势头好大，你让他救救我，我不敢挨枪人啊！之前是我对不起你爸妈，对不起你，我求求你，我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，当牛做马。让我救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秦特助，你留下处理。明白。
胎儿没什么问题，主要是嫂子情绪受到了影响，接下来也要再有事情刺激她了。唉，难怪你只对嫂子不过敏，原来你身上的心脏是他爸爸的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。我想肯定是叔叔阿姨在天上保佑自己的女儿吧。简清，所以我能听见他心里在想什么。田德军和秦桂芳已经被警察带走了，接下来我会替岳父岳母照顾你。这个是岳父留给你的房子，之前被田德军他们拿去换钱，现在我把它们买下来，归到你的名下。不客气。好，两个人靠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新娘把头放在新郎的肩膀上。我的丈夫是傅寒生，这是我前20年来从未想过的事。我本以为我的人生就此被舅舅舅妈捆绑住，可是傅寒生出现了，遇见他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。遇见你也是我的幸运。谢谢你一直帮我，陆太太，光说谢谢可不够啊。那你想要什么？那得看你给我什么。那我给你做顿饭吧。也不用。简清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男人想要什么？我做饭很好吃的，之前都是我在做饭，我做了好多年。简清，嫁给我以后，你这双手不用再服务任何人，你只需要安心做你的总裁夫人。傅寒生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？亲我。亲？看来那晚还是没教会你，你居然连亲吻都不会。傅寒生，这是在嫌弃我吗？干什么？你那晚就是这样对我的，我还以为你喜欢。那个，怎么？你不喜欢吗？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。除了身体构造，女人会怀孕以外，还有什么是不一样的？都不一样。
그대가 내 전부였단 걸 난 조금만 더 가까이 가요 단 한 번만 더 내게 가까이 와요 以后我们能相恋。 커져가는 내 맘 점점 이젠 떠나지 마라 이젠 행복하자 우린 영원할 수 있다는 걸 난 조금만 더 가까이 傅寒山，这是在向我求婚吗？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决定买这枚戒指。静静，我想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，所以你愿意吗？ 你看，这个是保佑你儿媳妇平安的，这一件是保佑你未出世的孙子平安的，这一件是保佑生产顺利的，还有这些。我说老夫人，你都从我这买了这么多东西了，我这真的是被你收刮干净了。大师，我之前在你这儿求的佛珠啊。 戴上当天就有了儿媳和孙子，特别灵。可是你有钱也不能这么花。嗨，这点算什么呀？大师，你再帮我算算，我儿媳什么时候生啊？好吧。是现在。 什么？简青要生了？备车去医院。谢天谢地，终于走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快点！妹。啊，佛说保佑，保佑我家简青顺哎顺利利度放过这心吧，劫。干妈，我给嫂子找的那是最好的一个，您呀就放心，就安安心心的跟着哥顺顺就是。恭喜产妇和孩子都很平安，是个女儿。母亲呢？简青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想先见女儿。你会说话了？你会说话了？妈，他会说话了。我会说话，为什么我会说话？我掐指一算，这天降祥瑞，小父亲转世，是大吉之兆啊！夫人只能说话，都是小父亲赐福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要烧香拜佛，我要吃素3年。行了，干妈，现在为今之计啊是带孩子，嫂子肯定是带不了的，那责任。韩生，去。对。
简青啊，你就好好的养身子，我已让人把你调理身子的食材从国外空运回来了。至于带孩子的事，以后都交给韩生。老傅，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小孩了吗？真不像我认识的老傅啊。老夫人，傅寒生还有很多工作要忙，带孩子的事还是我来吧。哪有那么多的工作呀？家里的钱花都花不完，他还想挣多少呀？再说了，家里有那么多的佣人，还怕孩子没人照顾，哪轮得上你呀？哎呀，真想看老傅是怎么带孩子。你给我闭嘴！简青啊，这段时间你辛苦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。哟，这条项链我在上回拍卖会上见过，当时啊被一个神秘买家买走了，我还以为是哪个大款，没想到是干妈您啊，那就不稀奇了。老夫人，这太贵重，我不能收。现在还叫老夫人？妈，哎，这不就对了吗？这项链呢，一点都不贵，送给我儿媳妇啊，这都不算个什么。其实生完孩子后，我都没怎么带过孩子，都是傅寒生在费力照顾。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收下这个礼物。你说这小子啊，还不错，学会了换尿裤、洗奶瓶、拍奶嗝。我呀，也给他准备了一件礼物。哎，干妈，你给老傅准备什么呀？打开看看吧。爱老婆的100个守则，如何做一名好爸爸？干妈，您这2本书啊，选得好。老傅，作为老公和爸爸，还需继续努力。孩子出生已经有3个月了，我是不是也应该完成妻子应尽的任务？这段时间，傅寒生应该憋得很辛苦吧？想什么呢？还不睡？傅寒生，你要不要上床一起睡？傅太太，你是在邀请我吗？才没有呢，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是夫妻，那我就有义务，分担你的需求问题。比如呢？哎，你别逗我啦！虽然已经过了3个月，但是我是个男人，不是禽兽。不急，我慢慢来。那你上床干什么？我太太都已经邀请我了，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我就抱着你，不动你。真的吗？傅寒生，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想。你想继续完成你的学业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我老婆，你什么事儿我不知道。放心吧，入学的事情我跟你安排好了，明天就。这么快？
你怎么起这么早呀？你每天都这个时间起床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早上5点就起来锻炼了。怎么，要一起吗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快起来，吃早餐，我送你去上学。老爸，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。乖。韩胜，我下课了。好，我现在来接你放学。怎么感觉我还跟小孩子一样，还要你来接我上下学？那你可得好好习惯，我以后每天都来接你。那个女人是简青，念书的时候怀孕了，生完孩子才继续念书，不然啊，她早就毕业了。还没毕业就怀了男人的孩子，看来她背后的男人不简单啊。听说是为了彩礼钱才嫁给有钱老男人的，这跟卖身有什么区别？还好意思继续在学校念书呢，真不要脸！我们学校的名声就是被这种女人给毁掉的。就是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没有根据，就在这里空口造谣！你敢这么对婉瑜讲话？婉瑜可是程家的千金大小姐，你一个被老男人包养的女大学生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？老男人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过你应该也不会在乎，毕竟你要巴结有钱人。为了成为贵太太呢，别说是老男人的特殊癖好，就是浑身长满疮的赖皮狗，你也很乐意上赶着上吧？你看看，不像万寿女儿简青，为了嫁进豪门，先把她舅舅给打了呀！为了巴结有钱的老男人，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，你这种人还有什么是干不出来的？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哎，听说我们学校有个女的未婚先孕，不会就是她吧？我要是干这种事，我爸妈肯定得打断我的腿。爸妈？她没有爸妈，她爸妈早死了，靠着舅舅舅妈抚养，真是个白眼狼。学校的时候人是最不差的，为了赚钱，我在学校门口摆个牌子呢。我听说咱们学校有好多男生都光顾过，哎，我还听说他那方面的体验堪称一绝呢。哎呀，你们胡说！我觉得他们的传闻很有道理。如果不是因为床技好，你怎么会勾搭上有钱的老男人呢？这种人真恶心，怎么会在我们学校？说，继续说。空口造谣，污蔑我！我现在就把你们录下来报警！继续说呀！你还有什么？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？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？这可是收藏级别的钻石，怎么会戴在你脖子上？还给我！这个项链价值8位数，连我都买不起。你戴的是假货吧？他戴的是假货。再说一次，把项链还给我！难怪会巴结有钱老男人，原来是虚荣心作祟啊！你疯了！就是一个假货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哎，哪来的豪车呀？还是连号？是哪个大人物？婉瑜，会不会是你爸来接你来了？我是听说我爸最近买了一辆新车呢，没想到居然开车来接我啊！我都说了让他低调一些了。千金大小姐就是千金大小姐，
不像有些人为了嫁入豪门不择手段。婉约，你爸这么年轻，这么帅啊！他不是我爸，他是……静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妈送我的钻石项链被弄坏了。这条项链一定很贵吧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你没事就好。婉瑜减轻后面的男人竟然是傅寒生，那完了！他要是知道我们这么说他老婆，那我岂不是死定了？婉瑜怎么办？副总，这个女人水性杨花，在我们学校的名声特别差。你都不知道是她第几个男人了，被这种女人缠上，小心得病了。你是谁？我父亲是程氏集团的总裁，和恒泰一直有合作。我呢，是最看不上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给我打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夫人不必求见，这位程小姐的父亲是恒泰集团旗下的合作商，他张口闭口的辱骂您，也是借着傅家的势。我不是要为他求情，而是我要告诉你，虫子的认知里，一切都是虫子；在垃圾的认知里，一切都是垃圾；只有在东西的认知里，一切才都是东西。尊重他人，是我们作为人类才拥有的美好品质。你刚刚把我婆婆送给我的项链破坏，我刑赃太不上去，你以为里面照着平常是吗，老公？老婆说的对。不行的，副总，我没钱，我赔不起的。那就打张欠条寄到程家，顺便取消与程家的所有合作。不行的，副总，我爸会杀了我的，我不行的，副总。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。老婆，我们走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傅寒生，我没受伤，你来的这么及时，我怎么会受伤呢？刚才你在学校门口叫我什么来着？是吗？唐景跟他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女朋友一口一个老公，一口一个老公，可羡慕了。老公。
该去哄宝宝睡觉喽。等我啊，一定要等我。快去吧。这是他的电话，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？我还是帮他接一下吧。寒生，我要回来了。怎么不说话呀？知道我要回来了，高兴的说不出话了。他的电话，我还是亲自交给他吧。我伺候了那么多的雇主，这有钱男人我还没见过忠诚的，哪个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呀？也不能这么绝对吧，我觉得副总就挺好的呀。就算没有，那男人心里都有个白月光，原配没法相提并论。再胡说八道，叫老夫把你全赶出去！你别听他们胡说。有钱男人真的会变坏，忠诚对于你们来说就这么难了？确实挺难，像我长那么帅，只谈一个女人，那多没意思。哎，嫂子，我说的是我又没说老傅。哎，嫂子，哎。怎么魂不守舍的？刚刚有一个电话，我想可能对你挺重要的，我就把它拿进来了。我出去打个电话，你不用等我了。父，我该问他了。如果我问了他，却得不到想要的答案，该怎么办？太过可怕，太过真实，就愈加不敢放肆。没事，我会做好放心。1天了，傅寒生都没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，难道是在忙？同学们好，为庆祝同学们毕业，学校将在3天后举办毕业晚宴。我记得上次毕业典礼还是7年前啊，今年学校怎么突然举行毕业典礼？你不知道吧？娄学姐回来了。是那个全科第1，后来出国做科研的娄新月吗？是啊，娄学姐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人又优秀又温柔，我就是为了她才来这个学校的。哎，我听说她跟那个恒泰集团的副总关系特别好，就当初她出国的时候啊，那个副总他突然性情大变。那是因为他们2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关系特别好。估计副总会为了她参加晚宴。寒生，我要回来了。怎么不说话呀？知道我要回来了，高兴的说不出话了。娄新月，就是昨晚给傅寒生打电话的那个女人吗？她的声音真的很温柔，一定也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女生吧。其实娄学姐呀和副总是青梅竹马，副总为了她守身如玉了这么多年，却被这个女人捷足先登了。
怪不得书都不念了，非要生子呢。娄学姐人长得美，成绩优异，这次回国肯定是知道副总要结婚了，专门回来收拾他的。等娄学姐一回来，这个女人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，看她还怎么叫嚣。我相信傅海生，他一定不是这样的人。这次的毕业晚会，妈给你准备了很多套衣服。举办毕业晚会的事，他为什么会知道？这次的毕业晚会是我让学校准备的。副总，我先过去一趟，妈在里面等你呢。所以，这个毕业晚宴也是傅寒生为了那个学姐准备的事吗？因为是他准备的，所以他知道。哎，宝贝儿，快来！这些礼服啊，可都是寒生为你挑选的，你看看喜欢哪一条？毕业晚会那日啊，惊艳出场，大杀四方，都挺好看的。妈，你觉得呢？那就这条。我们简青啊是衣架子，穿什么都好看，但是穿这条啊，更能显示你的优势。好，都听妈的。寒生，你觉得这条呢？妈，我接个电话。哎呦，是新月回来了，这回再回来啊，可不能让她再走了。那个女孩一定很优秀吧？优秀到傅寒生和婆婆都很喜欢她。看来傅太太今晚是要帮我赶下床喽。我今晚想一个人睡，你去睡书房。从接你下课到现在，你一直心情不好。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，我是你的丈夫，别一直背在心里。我该怎么开口？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，那我有什么资格生闷气呢？毕竟和他的婚姻是个意外。你是想问那天电话里那个女人吗？他知道。那个女人，你得叫她一声小姨。什么意思啊？她是我的小姨。她是你小姨，不是你的青梅竹马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怪我没有早点告诉你。对不起。都怪你，就怪你！我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心里想了10000种可能。我以为，或许你真的对他有感情，而我，只是因为孩子，半推半就的傅太太。我害怕，我和你的事，只是我一厢情愿又甘之如饴的事。
我没有资格责怪你。傅太太，你是最有资格的人。不管你是生气也好，还是吃醋也好，其实我内心有些自私的开心。我开心的让我忘了形，想要的更多。但是我最想要的还是你的喜欢。傻子，小猪精，我才不是。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。傅太太，心事不知道。听得见，听得见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这段时间在想什么，他都知道吗？那这也太丢人了吧！傅寒生，你是一头猪。那你呀，就是猪的媳妇儿。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我想，一定是岳父看你过得不好，才把你送到我的身边，让我听到你的所有委屈和心事。你不是有工作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想你了呗。这才一个下午没见嘛。闭上眼睛。好了。很适合你，也很适合你今天穿的这套裙子，喜欢吗？你来我这儿就是为了送这个？还想见见你，但是我还有事儿，一会儿我让秦助理送你去晚宴。你去忙吧，秦助理每天跟着你也有很多事儿的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是干什么事儿都要你接送的。那我走了。他就副总的干部，就让副总在公共场合证明过他的身份。靠怀孕攀上副驾，估计也没什么好手段吧？别说了，上次婉玉在学校门口说了他几句，就被副总打好几下耳光，脸都打肿了。怕什么？娄学姐一来，她傅太太的位置就到头了，谁还会庇佑她呀？简青，如果你要跟我道歉的话，那现在还来得及。没错，婉瑜那天可是因为你吃了不少苦头，今天你都要原模原样的还回来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等娄学姐回来，不准把你赶出傅家，我看谁还愿意为你撑腰。哎，副总和娄学姐来了，快看！又不说人家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看人家才是真凤凰，比那个冒牌野鸡好多了。她就是小姨，好年轻啊！
怪不得大家都把她当做了傅寒生的心上人，确实很美。傅寒生看我了，学姐也看我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过去打个招呼？会不会太突兀了？哎，不是，他怎么跟学姐戴一样的项链啊？还能怎么？模仿学姐呗。见自己得不到副总的芳心，就绞尽脑汁的模仿学姐，殊不知东施效颦，丢人的很呢。你就是简青，你好，是楼新月。还是学姐大气，对抢了自己身份的人还这么客气。学姐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特别喜欢你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也听到了好多关于你的传闻呢。这个女人啊，就是副总的老婆，靠怀孕上位的。见你要回国，故意选了一条和你一模一样的项链，但是根本就不如师姐的1/10呢。是吗？那我要谢谢你提醒我了。学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简青戴什么项链，需要你这个八婆议论？她脖子上的这条项链是我送给我外甥媳妇的见面礼。我们关系这么好，戴一样的项链怎么了？你是她？这怎么可能？小姨，是她小姨。你怎么会是副总的小姨呢？我知道我年轻又漂亮，但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大外甥，不意外吧？学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说的话我很不喜，所以我决定好好惩罚你，拖下去，开除学籍，永不录用。学姐，我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学校，学姐不要，学姐。早就听我姐和我大外甥夸，今天一看，果然和他们说的一样，又漂亮，气质又好，连我都自愧不如了呢。学姐，你也很漂亮，还叫学姐呢，应该跟寒生一样，叫我说小姨呀。小姨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谁要是再敢乱嚼他舌根，就告诉我。对不起啊，小姨，我之前误会你了。寒生都跟我说了，说你吃醋了。我才没有呢。唐景也有病，跟你说那些不该说的，害你胡思乱想。哎，我是故意的嘛！老夫跟我不一样。确实不一样。他呀，是个不检点的人。老夫，你他这种人呀，不多交点女朋友就彰显不出来自己的身份。他就是新社会时代进步里的蛀虫，灯红酒绿下即将变成中年油腻男的储备军。啊，学姐不带你这样的，夸你外甥就得了，你还搞拉踩那一套，有你这么多兄弟的吗？活该！活该！简晴，你是我外甥媳妇儿，这个商场内所有你喜欢的随便挑，我买单。那怎么能行？傅寒生害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不让他出点血怎么行？那傅寒生的卡？棒！都是新款耶！这件，
还有那件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有专门的模特为儿试穿。这件，还有这件。那我给二位找试穿模特。这些都不要，剩下的全包起。不行，这太暴露了。听我的，我有经验。宝贝，虽然傅寒生是个正经人，但夫妻之间需要点润滑剂。这些它不是我的，我知道，但这不就是反差感吗？男人嘛，最受不了的就是反差感。我那儿有一本撩男秘籍，回头借你看看。我可是用它拿下了无数男人呢。真的？哎，小野，我肚子有些疼，我想去上厕所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去吧，在门口等你。是你？奇怪，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进去看一眼。副总，终于把您卡刷爆了，以后这种小事就不用跟我说了。对，等等，打个电话问问夫人在哪，顺便再送张卡过去。明白？你说什么？简静在商场失踪了，立刻封锁商场，排查所有进出人员。是。快找人！等一下，打开。小姐，这里是垃圾。我说打开。小小姐，这是我们商场的新员工。你给我闭嘴！打开！打开！人呢？商场都排查完了，没有找到。没有可疑的人吗？你再好好想想。有一个人非常可疑，他明明最早从洗手间出来，却是商场最后一个走的。通知所有人，给我找！是。您害我害得这么惨，凭什么我过得这么苦？你还好吃好喝的被人捧着宠着，继续做你的富家太太，凭什么？陈婉莹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知道傅寒生的手机，你也知道我在傅寒生心里的位置。要是被傅寒生知道了，我不管。
下地狱，我也要拉你一起下去。我就要看看这个不干不净的女人怎么当傅寒生的夫人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说够了没有？能不能别耽误老子时间啊？行不行啊？这是20万，事情办好后把视频发我。简青，我就是要让你这个兵器一族的贱人身败名裂。明明，快来！你快要钱，我的家再给你。钱算什么？老子这辈子还没有尝过总裁夫人是什么味道呢。老子今天到时候看看有什么样子。叫啊！你叫破天，也没有人能够来救你的。没人能抵挡得住这催情药的药效。你放心，老子今天肯定喂饱你。有人说就是在这里看见夫人被送上楼，要是夫人出了什么事儿，这家酒店可以关门了。明白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简青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的太太睡了，睡了！简青，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是怎么把他打成这个鬼样子的？我踢他下边，大家都看不了了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哇哦！是催情药，夫人被人下了重剂量的催情药，看这个情况，估计是副作用。我刚刚踢他下边，然后他就……简青，录像机记录下来幕后指使人的脸，是程家的千金。废物，一个不留。明白。我好热，我想脱衣服。简青，你身上好凉快，我好想抱你。晚上我好难受，你帮我。我帮你。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还以为是昨天欺负我的混混。没事吧？
汤别走。那我去给你拿药。那倒不用了，你亲我一下。你耍我啊？昨天是不是你救的我呀？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。啊？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呀？没想到夫人平常跟个小白花一样，私底下竟然有这么蛮横的一面。那我被下药以后，是不是很狂野呀？是挺狂野的。哎呀，丢死人了！但是我很喜欢，要不再来一次？你刚刚打疼了我，你还没亲回来呢。伸舌头，好啊！你居然学会了伸舌头，谁教给你的？是小姨，小姨教我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以后就不了。不要。我们毕业啦！拜拜拜拜拜拜。傅寒生怎么还不来呀？他在搞什么鬼？傅寒生，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简晴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以为我不会有任何的情绪波动，但是你拉住了我的手，把我从一滩死水中拉了出来。你笑的时候，你求助的时候，你委屈的时候，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的心。你做好跟我携手一生的准备了吗？曾经我以为我的命运会被田德军夫妇所裹挟，一生不得安宁。但是命运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，
婆有些幸福的得意忘形了。晚上，你可要牢牢抓住我，我这人很小气的。我会牢牢抓住你，不给你一丝离开我的机会。